男人只是半个月没进城，一进城竟发现人类灭绝了。哪怕是繁华的纽约，夜里灯火通明，却见不到一个活人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一口气30分钟看完2024最新的末日美剧《大地永存》。医师是一位地质学家，为了工作便利，他长期居住在深山之中。这天，医师去山里采集样本，在他认真的工作时，却被一条毒蛇咬中了手。医师连忙想拨打电话呼叫救援，却因为舌头迅速发作，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，手机因此掉落在这石缝中。医师只好狠下心来开始自救。他拿出匕首，强忍疼痛，在手背的咬痕处划出十字，所用嘴巴将毒素吸了出来。医师从疼痛中缓过来后，便立刻朝着山下跑去。他通过顽强的意志，在毒发前赶回了卧室休息后，医师便没有力气去呼叫救援了，只能认命的昏了过去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他试图睁开自己紧闭的双眼，却发现眼皮十分沉重。恍惚中，医师看到自己的胳膊已经变黑，如果任由毒素蔓延，他将会有生命危险。可惜一时却失去了对身体的掌控力。医师再次醒来时，他已经恢复了一些力气，却惊恐地发现被咬伤的手变得肿胀。他挣扎着想要起身，却因此用尽了全身力气，再次陷入昏迷。夜里，医师隐约听见门口有人说话，对方发现他似乎病入膏肓，竟然直接转身离开了。医师想要张口求助，他却无法发出任何声音，直到目送着人们远去。第二天一早，医师被一阵巨大的轰鸣声吵醒，他转头望向窗外，似乎看到一架飞机快速飞过。医师试着再次起身，却努力了半天都没爬起来。直到深夜，医师终于恢复了一些力气，他连忙爬到柜子旁，喝过了一瓶水后，便再次沉睡了过去。夜里，妈妈打了最后一通电话，可惜医师并未接到。等到医师再次睁开眼后，他发现自己已经恢复了全部的力气，于是便查看了伤口，却惊喜地发现胳膊已经消肿了，看样子是放血起了作用。医师填饱了肚子后，便准备去买点物资。他走到车子旁，却发现上面已经布满了灰尘，显然医师已经昏迷了许久。他抵达了小镇的超市门口时，却目睹了诡异的一幕。不远处躺着一个警察，他的尸体已经散发出了恶臭味，吸引的苍蝇大军显然已经是死去多时。平日里客源不断的超市，如今也安静的可怕。医师疑惑地扫了四周，却发现到处都躺着尸体。他们还保持了生前的动作，有的正准备开车，有的则倒在了购物车旁。显然人们的死亡猝不及防。医师有些搞不清状况，突然被一阵警报声打断。停车场的大屏幕写着快跑，看到提醒的医师反应迅速地坐上车，朝着家中的方向开去。途中医师打开了广播，现在得知了病毒蔓延的事情。原来一种致命瘟疫席卷全球，这种病毒竟然存活于空气之中散播，所呼吸到病毒的人类会立刻被感染，从而失去意识倒在地上，逐渐变成一具冰冷的尸体。在病毒传播期间，出发去野采的地质学家医师却因此逃过了一劫。听到广播里的提醒，医师的心也贴到了嗓子眼。他忐忑地回到家中，却痛苦地发现父母因为感染的病毒早已经去世。医师只能强忍悲痛，在后院挖了一个坑，将父母埋了起来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医师开始在小镇上到处晃悠，试图寻找同样的幸存者。然而令他失望的是，到处都是腐烂发臭的尸体。现在医师也尝试过联系当局，却迟迟没有得到回应。他猜测着，或许是因为小镇上的人太少了，于是便带了一些物资前往城市寻找同类。夜里，医师抵达纽约时，发现这里灯火通明，但同样安静的可怕。医师看着空荡荡的大厦，不由得陷入绝望，于是他索性摆烂起来，决定留下来，享受一下大城市的生活。医师一人饮酒醉时，一男一女的出现令他如梦初醒。金姐自来熟的索要了一杯酒恭饮。作为同样免疫病毒的人类，他们也很快热络地攀谈了起来。金姐旁边的男人名叫米尔顿，两人本来互不认识，只是同时来这里出差的，如今却只能相依为命。得了一时昏迷的3个星期错过了重要的新闻，米尔顿便好心地将录下来的音频播放给他听。这种流传的病毒不仅传染性强，且没有对应的疫苗可以治疗。新闻的画面中死伤一片，简直是世界末日。美国是第一个发现病毒的，但是他们将此消息告知全世界时，现有的医学水平仍旧没有对策。只用了半个月的时间，病毒快速扩散到了全世界，越来越多的人们失去性命。金姐和米尔顿又有些搞不清状况，他们只看到亲朋好友们在自己面前痛苦的死去，金姐险些因此崩溃，好在有米尔顿在一旁陪着他，金姐这才坚持了下来。一直此时和他们同为天涯沦落人，于是直接痛快地喝了一场。醉酒后的他真的倒在了电梯口睡着了。第二天，医师找到金姐，讨论起了其他幸存者的存在。医师认为世界上肯定不止他们3个还活着，但是金姐却选择故地自封，她无法接受到处都是尸体的悲惨场面。米尔顿的想法也和金姐一致，两人认为即便是寻找到少数幸存者，也无法改变病毒蔓延的事实，还不如直接享受当下。所以金姐便邀请医师深入交流一下。虽然不愿意找人，但他还是挺乐意造人的。医师十分心动的，却还是拒绝了。他不愿陪同两人一同堕落下去，于是独自开着车离开了纽约，准备去其他的城市逛一逛。然而医师刚出门就后悔了，但开弓哪有回头箭，他一边赶路一边崩溃，直到在半路捡到了一条狗子，医师这才冷静了下来。接下来的1年里，医师在狗子的陪伴下找遍了很多地方，再也没有发现一个幸存者。医师为了打发时间，便去图书馆拿了很多书，想要研究这场几乎将人类灭绝的病毒到底是什么原因。可见术业有专攻，医师研究半天也看不明白。当他想要摆烂去纽约时，却突然发现远处的房子竟然炊烟袅袅，显然是人生活的痕迹。
这一刻，医师终于在孤独中看到了希望。医师为了保险起见，带上了武器，靠近了目标房子。他刚下车，便为对方持枪叫停。医师连忙解释说，这里并没有恶意，只是因为在末世中难得碰到活人，因此他只是想要交个朋友。黑妹见到医师如此真诚，便同意了他来家中参观，并热情地招待了对方。当世界上只剩下的一男一女时，没人选的两人自然而然地被彼此吸引。他们感受到了双方眼中的寂寞。一夜过后，黑妹便同意了和医师一同去他的家中生活。医师重燃了回家去的希望，这是割断了用来自尽的绳子。黑妹很快适应了这栋豪宅，她窃窃地发现家中的食材有被老鼠啃食的痕迹，便提议将被污染的食材扔掉。随后两人便一同去超市进行零元购。两人装满了2大购物车后才离开，却忽视了正在货架上乱窜的老鼠，毕竟这里尸体都随处可见。老鼠的存在也将会让他们迎接新的一轮挑战。黑妹回到家中，便为两人做了一顿饭。医师吃着熟悉的味道，不由得感到十分幸福。两人谈起了世界末日。医师身为一名生物学家，他并不认为是一场浩劫。Mother Earth, seeking revenge. We were the virus. She's gonna fight us. Never let us relax. Permanent payback. 接下来的日子里，两人分工明确，靠着自身的能力寻找食物。医师会主动学习种植，帮助黑妹打理菜园。黑妹最为感谢，主动为医师修剪了蓄了1年的毛发。在日常的相处下，两人逐渐情根深重，发展成了情侣关系。他们过上了没羞没臊的生活，骚人计划因此提上日程。当黑妹分享了怀孕的喜悦后，医生却忍不住担忧起来。这一末世之下，黑妹的生产根本没有医生帮忙，如果发生了些意外，那么医生将会永远痛失所爱。黑妹却十分乐观，她鼓励着医师主动学习接生知识，并且囤积了大量的婴儿用品。孕中期时，黑妹胃口大增，她需要补充大量的营养。医师作为丈夫自然义不容辞，他带着枪出去打猎，遍地的牛群让医师应接不暇。最终，他锁定了一只爱吃草的牛，将它射杀后，医师开始按照解剖书割开牛的肚子，强忍着呕吐的冲动，将它的内脏进行了清理。回到家中，黑妹对丈夫的勇猛行为赞赏有加，十分受用的医师为了改善生活，立刻去将自己研制的太阳能电池板安装在了房顶上。通电的那一刻，夫妻俩因此解锁了更多夜生活。但是艾玛却发现了一个隐患，她将鞋盒中的死老鼠给医师过目，并讲出了其中的利害关系。老鼠与蟑螂一样，只要家中出现了一只，那也就意味着家里到处都是了。可现实中更加恐怖，夜里的大街上，成群结队的老鼠正在四处乱窜。接下来不时快速的将被老鼠污染过的食物丢进了篝火中销毁。艾玛则不断的持枪射杀老鼠，但仍旧源源不断的鼠群朝着家中涌入。夫妻俩见状，立刻决定撤退。他们躲进了房间后，医师快速的用胶带封堵住了缝隙。艾玛则将马桶中倒进了强酸。接下来两人便安心的躲在了房子里，等待鼠潮散去。突然一阵犬吠声传来，这时他们才发现狗子锁到了外面。医师情急之下，只好迅速打开了房门，将狗子拉了进来后，便立刻关上了。老鼠大军现在疯狂的涌了进来，医师连忙抡起球棒，玩起了真实版打地鼠，直到将老鼠们全部消灭。夫妻俩才抽空给狗子包扎了伤口，随后他们精疲力尽的进入了睡眠。第二天一早，街道再次恢复了宁静，猫咪们直接吃了一个满汉全席。艾玛却因为昨晚受到了惊吓，羊水竟然提前破了。医师见状，连忙回到屋内，利用从书本中学到的知识，提心吊胆的帮助艾玛分娩。在末世前，艾玛曾经生过2个孩子，她已经有了一些经验，但在这一次，她只觉得异常痛苦。很快，艾玛意识到孩子胎位不正后，立刻摆脱医师，试图帮自己扭转胎位。在艾玛的指导下，医师顺利的将孩子接生了出来。孩子的诞生也让医师再次看到了重振人类文明的希望。于是，夫妻俩一边带娃，一边在小镇里用油漆留下的信息，希望召集其他幸存者。终于如夫妻俩所愿，一个男人看到了这条信息。这是人类文明崩溃的第6年，随着人类的减少，大量的动物在陆地上肆意活动。医师正在开车行驶时，无意之间撞死了一头山狮。他刚准备取出手枪，准备给狮子一个痛快，突然发现周围有一个小女孩正在注视着他。直到看清手枪后，女孩惊恐地向树林深处跑去。医师见状，连忙追了过去，解释自己并没有恶意，刚刚拿出手枪只是为了杀狮子。看着小女孩愿意停留倾听时，医师将自己是一个父亲身份讲了出来。此时的他和黑妹已经育有1儿1女，并且跟另一对夫妇居住在这里，大家都是十分友善的人，且非常乐意收留无家可归的女孩。看着女孩放下了戒备，医师赶紧靠近查看她的伤口，不料她突然大喊大叫起来。医师见状，只好换了另一种方式对女儿进行帮助。医师表示自己会在车中等待女儿，让她自己选择是否需要救援。所以医师回到了车中，却发现受伤的狮子逃掉了，难免有些烦躁。好在没过一会儿，小女孩再次走到了医师的车前，接受了他递来的苹果。小女孩显然已经饿了许久，她贪婪地啃食了几口苹果后，立刻被收买了。医师透过后视镜发现，小女孩别扭地躲在了车后面。医师将她带到了家中。妻子黑妹带着孩子们来迎接时，得知了小女孩的存在，
可是无论是黑妹温柔的呼唤，还是小孩子热情的邀请，小女孩都对此没有反应，只是紧张的缩在角落之中。也是和其他人讨论起了小女孩的来历，一直推到对方应该在10岁左右，但当自己一靠近，她就会发出刺耳的尖叫声。一是怀疑这是遭遇创伤后的应激反应，大家不由得心疼起了女孩。等待了1夜之后，另一对夫妇中的妻子莫林主动端着食物靠近了小女孩。小女孩惊慌失措下，将食物打翻了过去，并死死握住了莫林的手腕。小女孩这才发现莫林身上和自己一样有着许多疤痕。莫林友善地表示，自己也是一个小女孩时也遭遇过虐待，因此他非常能够理解小女孩的恐惧。所以莫林试着让小女孩触摸自己柔软的头发，终于成功地取得了她的信任。所以莫林带着小女孩来到了浴室，为对方放好了洗澡水后，莫林表示自己当初也在十分绝望的时候靠近了这个小镇。他看到了医师夫妇留下的欢迎语，才鼓起勇气靠近了这里。所以莫林便主动离开，给小女孩留下了私人空间。医师带着阿豪一同前往了在发现小女孩的位置继续深入寻找。他们发现了一个破败的小木屋，里面竟然有许多恐怖的刑具。莫林将清洗干净的小女孩安排到了一个房间后，他立刻将其他大人叫到了客厅，手拿出了一封信读了起来。这是莫林在翻到小女孩书包时发现的，写信人是女孩的母亲。他告诉大家，女孩名叫艾薇，是一个苦命的孩子。奇怪的病毒来临时，艾薇一家活了下来，但她丈夫却原形毕露，将所有的罪责归咎在了孩子身上。于是他不顾妻子阻拦，对艾薇进行了恐怖的虐待，导致艾薇不再开口说话。母亲一直尝试着保护女儿，但是身体却越来越虚弱。直到母亲在意识到自己时日无多时，写下了这封托付的信，也是在祈祷艾薇能够得到救赎。莫莉因为小女孩的出现，再次想起了自己曾经遭遇的痛苦，哪怕是面对同床共枕的丈夫，她也不愿再次提及。医师和黑妹此时迎来了第3胎，他们和小女孩共处了1年后，不知在房子周围的警铃突然响了起来。意识到有陌生人靠近后，医师、黑妹和阿豪瞬间警惕起来，他们分别是将敲门响铃的位置查看，纷纷猜测着或许是艾薇的家人赶了过来。但是双方确认彼此没有危害后，这才放下了武器。刚才是小男孩雷夫触碰的警铃，3个大人担心医师等人会伤害孩子才这么警惕的。确认对方并无恶意后，医师接纳了4人。雷夫很快和医师的2个孩子打成了一片。一行人从俄勒冈阿什兰出发，他们刚开始这段旅程，便发现了医师在墙上留下的欢迎语，才好奇地走了进来。为首的女人茉莉郑重地介绍了一下他们的成员，她是一名外科医生，直到发现无人可以医治的茉莉，便一路南行。在阿什兰遇到了艾斯拉和珍妮后，以及他们的孩子雷夫，4人便组成了一个大家庭，一起生活了下去。由于再次遭遇了鼠疫，他们只能离开阿什兰继续逃亡。随同黑妹等人作为房主，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居住，但这一时却有些担心对方持枪会对他们这个大家庭造成威胁。黑妹得知此时候，主动安抚了医师，劝他不要想太多。第2天，医师终于放下了芥蒂，他出门搜集物资时，也叫上了茉莉3人。雷夫则被留在了家中，由黑妹和莫林照顾。医师强调了需要搜集的品类后，便带着大家一同出发了。途中，他们被一头水牛拦路，医师一行人照将车停了下来，徒步前进。一行人在附近搜集物资时，莫莉自作主张去了医院查看，这里面正在就诊的病人已经被老鼠啃得出森森白骨，且货架上都是老鼠屎的痕迹。莫莉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，正准备离开时，却突然被一条狗子拦路。好在手上有一个灭火器，莫莉借助器材驱赶了狗子后，发现了一间配药室上了锁，于是莫莉借助灭火器将门直接砸开了。他惊喜地发现里面有大量的药品，于是直接决定打包回去。随着医师等人结束了搜查，莫莉还迟迟未归，这严重影响了队伍的进程。但是看着莫莉满载而归，医师也没了脾气。一行人最终在天黑前赶回了家中。由于艾斯拉为珍妮找到了一把吉他，夜晚他们便开启了一场篝火晚会。曾经红极一时的歌手珍妮为大家弹奏了一首欢快的乐曲。医师也逐渐意识到了自己在多年的爱意中产生了一种偏见，于是医师决定遵从初心，尝试着接纳越来越多的人，共同打造一个和谐美好的人类社区。夜里，珍妮却开始悲痛的喝酒，她试图用这种方式挣脱腹中的孩子。现在珍妮有着严重的心理疾病，她无法再忍受生育的痛苦。莫莉第2天发现了珍妮的异常后，只能心疼地对她进行了安抚，并答应了不告知艾斯拉真相。好在珍妮在莫莉的开导下，终于再次接受了自己怀孕的事实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珍妮的肚子逐渐鼓了起来，她开始在家中安心养胎。顺利生下了这个孩子后，莫莉和阿豪也迎来了属于2人的爱情结晶。曾经不愿意开口说话的艾薇，也在和谐的氛围中逐渐融入了进来。随着孩子越来越多，医师也为了孩子们的教育操碎了心。他带着最小的儿子来到图书馆选择教材时，突然发现外面狂风肆虐，医师有种不祥的预感，立刻开车带着儿子冒雨赶回了家中。随着医师发现狗子不见了，他匆忙出去寻找时，却只看到了被树干压在下面的狗子一动不动。医师悲痛地将狗子抱回了家中，并将它进行了埋葬。做完此事后的医师心中难免有些惆怅，他正准备四处走走，突然发现一只山狮正在悄悄地靠近了自己的小儿子。医师立刻出声提示附近的艾薇将小儿子带走后，他立刻拿着锤子和狮子进行了搏斗。
但终究是力量悬殊，一时被狮子顶晕了过去。艾薇此时发现自己的恩人竟然被狮子拖走，情急之下，他大声呼喊起了救命。好在艾薇在紧急时刻就来救援，才保住了恩人没有被野兽蚕食的命运。但是在医疗条件有限的时代，今后一个14年都没有摸到过手术刀的外科医生显然是有点悬。所有的大人围在病床前，手忙脚乱地帮忙固定住医师的身体。医生莫里维医师进行了简单的止血后，便开始对他进行人工呼吸，但那效果甚微。此时有人拿来了简易的吸氧装置，终于辅助了医师重新恢复了呼吸。脱离了危险期后，众人终于松了一口气。莫里对于医师狰狞的伤口进行了缝合后，他也忍不住哭了起来。心疼一时的黑妹决定持枪为丈夫报仇，她守着枪支，顺着血迹走进树里，很快找到了藏匿在其中的山尸。随后黑妹对着他连开数枪，才得以宣泄内心的愤恨。很快医师醒了过来，莫莉因此松了一口气。他检查了医师的伤口后，承认了自己的隐瞒。事实上，莫莉只是学习了1年的医学生，她甚至都没有任何的实践经验。莫莉很后悔自己的隐瞒，医生却反过来对她进行了安慰。直到这一次，莫莉成功救下了自己的病人。6周后，医生能够下地行走后，便回到了家中休养。接下来的3年时间中，孩子们逐渐长大。乔伊爱上了潜水，他大捞上了许多龙虾，收获颇丰。医生却忍不住担心乔伊的安危，嘱咐了儿子下次必须有大人陪同。他却忽视了孩子们都已经长大的事实。医师的女儿希瑟和青梅竹马雷夫在一同探索一间废弃的房子时，已经难掩对彼此的爱意。心意相通的两人决定一同去探索外面的世界。医师得知女儿离去的消息，一时间难以接受，他难以忍受这种离别，最终却被黑妹说服。如今他们逐渐苍老，一心想着安定的生活，未来是属于孩子们的，因此医师只能忍痛放手，让2个小年轻去探索属于他们的未来。第二天，家人们不舍得送别了两人，黑妹特意给了希瑟一把猎枪防身。医师告别了孩子，以为他们的余生会平静地度过时，家中的供水却出现了问题。艾薇打水时，却发现水管突然断流，他用力拧动阀门，却不能直接将阀门拧断。即便如此，还是没有水流。于是医师等人前往供水的接站查看，才发现水管已经在日积月累的腐蚀下破了一个大洞。正当众人感到束手无策时，乔伊突然指着上方赶来的车队，兴奋地表示他们来了一些帮手。时隔多年，医师再次看到一群陌生人时，心中就充满了防备。由于不清楚对方是敌是友，他快速地开车回家进行了预警。内核稳定的黑妹却劝医师冷静下来，这或许是一件好事，但是医师却认为防人之心不可无。在车队抵达时，医师隔着紧闭的大门，持枪和陌生的团队对峙。为首的查理拿出仅剩的一壶水，试图缓解紧张氛围。医师喝过水后，终于肯放下戒备和对方聊天。查理表示自己已经察觉到了干旱的来临，于是前来勘探的水库，却发现情况不容乐观。好在他们带来了钻井技术，如果医师接纳了一行人，他们也将度过这段煎熬的日子。双方进行了介绍后，黑妹主动邀请新来的团队加入了他们的大家庭。医师大方地招待了一行人后，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告知了查理此地的地质情况。查理也很快有了对策，他决定带着冲击钻和一些设备进行钻井，预计在72小时内，大家便能获得淡水。医师也需要为行人提供食物和休息的地方，以及钻井需要用到的燃料。很快双方达成了交易，查理的钻井工作便在医师的怀孕中展开了。在查理的邀请下，医师尝试了安装机器，却因为太过笨拙放弃了。随后查理安慰医师属有专攻后，便带着他一同打猎。医师率先发现了一头鹿，却不料查理在背后先行开了枪，他的枪法又快又准，让医师意识到了危险。夜晚的篝火晚会上，查理和孩子们讨论起了自己的伤疤。See, scars are God's math. It's his way of keeping track of how much more punishment man deserves. How much more mercy? 这电话却唤醒了艾薇尘封的记忆，他死死地盯着查理。查理和女伴也察觉到了异常，他们之间似乎有暗潮涌动。夜里只留下了医师和查理守在篝火旁时，查理表达了对医师的喜欢。医师一直对查理有些防备，他不希望儿子和对方亲近，但儿子亚历克斯却有了自己的想法。他认为父亲一直偏爱弟弟乔伊，自己想做什么都会被拘束，所以亚历克斯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黑妹察觉到父子之间的矛盾，主动询问的情况，医师是在表示自己对查理一行人充满了怀疑。查理甚至对自己表过白，黑妹却被医师认真的事情逗笑了。他甚至举例，其中医师也是这么抗拒莫莉等人的到来，但他最终还是莫莉救了他的性命。即便如此，医师还在固执地表示这次的不安比以往还要强烈。黑妹就不愿听下去了，郁闷的医师只好前往钻井旁观察。查理的团队加上了最后一个钻头后，众人都在紧张地观察着。好在这一次终于看到了希望，钻井带出了许多页岩碎片，页岩有非常多的孔，因此水可以从中渗透通过。即便如此，医师仍旧有些担忧。
他心情复杂地看着大家载歌载舞的一幕，开始了对自己的反思。医师独自爬上了一座山，决定清理一下自己的思绪，却发现自己迷路了。夜晚查理出门抽烟时，遇到了独自发呆的珍妮，他毫不吝啬地分享了自己的香烟。原来查理也是珍妮的歌迷，说着分享起了私藏的酒，珍妮却拒绝了。他已经戒掉了酒精，查理却不死心地进行了邀约。直到有人走出门后，他才拉开了和珍妮的距离。此时黑美突然意识到医生很久没有回来了，他出于担心决定出门寻找时，医生却缓缓地走了进来。他和家人打了招呼后，连忙走到了壁炉旁取暖。黑妹却在此时十分愤怒，她不理解丈夫为什么要冒险。第二天钻点工作进城时，查理突然叫停了，随后一股浑浊的水从地下涌现，直到逐渐清澈的水源喷发而出。医师赶来时便看到了这欢快的一幕，他也终于放下了心中的芥蒂，主动拍了拍查理的肩膀，表示他可以拿到自己想要的一切，甚至可以用水换汽油也可以。查理却表示自己比洗灵中更爱这个地方，因此他决定留下来。医师却心情复杂的转身离开了。医师看着一直以自己为中心的团队却在高呼着查理的名字时，他的心情十分复杂。导致其他人都认为医师可能是出于嫉妒在出手针对查理，于是连医师也陷入了自我怀疑之中。然而夜晚发生的一件事却让医师意识到自己并没有冤枉对方。查理竟然强迫着艾薇发生了关系，艾薇一直边哭泣边默念的愚蠢，大家一时间都有些束手无策。莫林见状十分心疼地哭了起来，一直以来他都视艾薇为自己的女儿。 Charlie is a predator. He travels from place to place searching for new prey. And we have been wonderful prey. We stayed still, didn't make a fucking sound. You're right about him. There's a pleasure he takes on preying on the weak. 黑妹这才意识到自己太过圣母心了，一直误会了丈夫，以为他是阴谋论。珍妮想起来有些后怕，这里则差点落入圈套，于是她主动提出要将查理一行人赶走。但是大家又很清楚，驱赶是无法控制一个活人的行动的，除非建立一个监狱限制他的自由。但是这也破坏了家园的初衷。最终黑妹想到了一个亡羊补牢的计策，那边的杀掉查理，其中还有人抗议此事。但一想到自己的孩子也有可能遭到查理的毒手后，大家只能默默地同意了此事。即便清楚有可能违背了初心，但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，他们只能选择杀戮。计划展开后，医师叫醒了查理，拿着锤子和他进行理论。查理见状只得拿出匕首，不得掩饰自己的粗鲁。他表示乱世都应先杀圣母，借此嘲讽的医师的畏手畏脚。得知医师要赶自己走后，查理却不以为然。 Only way I'll ever leave is with your wife. Say my eulogy in 50 years. I love you, Charlie. Be the last thing I hear before I disappear into the dark. 查理认为医师是一个弱者，注定是一个牺牲品，他也会替医师接管家人。查理颇有自信地表示，自己会给医师的2个儿子树立榜样。医师彻底被激怒，其他人也在此时走了出来。医师令查理被震慑住了。医师突然发起进攻，一锤的被将查理打得有些恍惚，他因此失去了反击的力气。医师却疯了一般砸向了查理的脑袋，直到被人拦住时，医师才意识到自己杀了人，他却因此陷入了无限的内疚之中。医师接触了查理攥出的水，清洗了他残留的血迹，一时间只觉得自己罪孽深重。夜深人静时，医师正在不停地搓洗，他无法过内心的那关。直到儿子被吵醒找了过来，医师这才恢复了冷静。查理的尸体被秘密处理后，但是他的团队去留问题还有待讨论。水莲是个查理最亲密的佩里，得到她的男朋友死后，却很快地接受了这个事实。佩里一直受胁迫陪在查理身边，因此对他是憎恨的。但是其他团队的成员却不好掌控，于是医师一行人等待查理的队员们距离在怀孕中时，水莲将他们包围住了，并给出了一个选择：要么是停留在这里生活，要么就是离开。作为拥护查理的卷毛在死亡的威胁下，只能愤恨地开车离开了。亚历克斯一大早便寻找查理的身影，他却无法接受自己偶像死去的事实。开着皮卡离开的卷毛却而又返，他很快意识到自己无法一个人生存下去，便恳求着留下来。但是在查理伤害艾薇时，他就守在门口无动于衷。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人，医师拒绝了接纳他。因为医师的果决，大家相安无事地度过了3年。乔伊斯展现出了惊人的创造力，医师特意为了他的小发明打造了工作室。被冷落在一旁的亚历克斯却只能看着弟弟被这人簇拥。医师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一点，还是尽情地夸赞的小儿子。夜里乔伊有些发烧，医师以为只是小感冒，还为了他吃了一些感冒药。回到夜里的医师痛苦地晕倒在了父母的卧室门口。医师连忙找到了茉莉，却发现他正在忙碌着照顾着一个病人。茉莉表示，现在出现了和20年前一样的病毒。发病初期浑身颤抖疼痛，接下来就是发高热，直到彻底失去了意识。得知乔伊也患有此病后，茉莉立刻提醒医师将乔伊转移到医院中，只因为疾病具有高度传染性，所害的要求健康的人们戴上口罩居家隔离。在两人谈话时，又一名病人自己走了过来。黑妹得了这个消息，只能找到茉莉来帮忙。茉莉得了此事后，便主动跟了过来。当3人赶到医院时，已经有数名病患躺在了床上，他们只能用冰块降温。医师并未听从茉莉的劝告，
独自在家中照顾着乔伊。随着3年未见的希瑟赶回了家中，他和父母拥抱后，悲痛地将雷夫死亡的事情讲了出来。希瑟也意识到在父母身旁才是最安全的，所以他主动承担了照顾弟弟的责任，一时因此决定为孩子们做些什么。他骑着自行车来到了更加遥远的医院，一时快速地搜刮了药物。他脑海中时常浮现出查理的身影，却让他感到后怕，甚至以为自己最疼爱的儿子感染了要命的病毒是他犯下杀戮的报应。末日后的21年，人类已经所剩无几，神秘病毒再次席卷而来，新人类的家园再次面临灭顶危机。离家多年独自归来的海瑟含泪讲述了他一路的所见所闻。他本是和心爱的男孩雷夫一起出发，两人从6岁相识，彼此爱护，按照父亲的指示一路向北，途中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其他人类，直到看见一片美丽的海湾才停了下来。两人幸福的生活在一起，已经忘记了天冷之前回家的约定。他们想要探索一下这个未知的世界，于是便继续前行。但那沿海的城市都一样光景，全部空无一物。曾经繁华的城市已经20年来无人踏足，仿佛被遗弃一般。海瑟和雷夫来到一个工厂时，发现墙上方写了一串数字，并用箭头指引着他们的方向。于是他们好奇的前行，在集中箱上发现了另一串数字。于是两人开始不断的按照指引，试图寻找同类的踪迹。但是无论两人前往何处，却都发现该地空无一人。寻找途中，两人找到了一个美丽的地方，锁定定居了下来。也在海瑟提议去觅食时，途中他惊喜地发现了一棵短叶紫杉树。海瑟曾听父亲提过，这种树是人类所知最具有疗愈性的树木，从开放的伤口到严重的咳嗽都能治愈。雷夫表着自己需要帮茉莉阿姨收集一下，海瑟连忙返回营地帮忙寻找工具。然而当海瑟重返回去，却没有见到雷夫的踪迹。他四处寻找时，发现一个蓬头垢面的男人正在直勾勾地盯着自己。海瑟感到十分恐惧，好在雷夫赶来时，男人已经离开了。然而当他们返回营地准备取武器时，男人再次出现，用匕首挟持住雷夫，要对海瑟交出全部食物。雷夫却不愿意受制，挣扎了起来。不料竟然被男人捅穿了腰子。海瑟见到心爱的人受了重伤，悲愤交加之际，直接将手中的武器投掷了出去，高砍到了男人的脖子上。见男人无力的倒下后，海瑟立刻去查看了雷夫的伤势，却发现已经无力回天。最终海瑟强忍悲痛埋葬了雷夫。他准备返回家乡时，却发现车子已坏了，无奈之下只能徒步走了回去。雷夫的父母得知了此事后，他们强忍悲痛安慰了海瑟。在这大家庭中病毒蔓延，海瑟带来的杉树叶或许能够创造奇迹，但那弟弟乔伊的病情却在逐步的恶化。乔伊用了1天的时间，将从遥远地方搜集来的抗生素药物尽数带了回来，随便准备在自己的胳膊上试药。乔伊的病情却越来越严重，他已经发起了高烧。医师见状连忙抱起儿子来到简易的医院中求助茉莉。茉莉见状也清楚乔伊已经病入膏肓，但是他也无能为力，只得提议乔伊用冰块降温。乔伊第一次意识到了信仰的重要性，没有信仰的他也教识了平日里都会祷告的阿豪，陪自己一同来树林中帮助乔伊降温。人在绝望的时候，只能依靠着信仰的力量让自己的心灵解脱。在乔伊浸泡在冰水之中时，敖虔诚地做了祷告。这一刻，医生只能将儿子的生死交给了命运。他原本以为这就是报应，却没想到自己曾经一个狠心的决定，竟然让海瑟痛失所爱。原来曾被医生驱逐离开的男人，因为缺乏独自生活的能力，只能一路流浪。他无意间提到一个金色的纹身，曾经查理的同伴立刻意识到凶手正在卷毛，对方却忍住了说出来的冲动。有些秘密只适合深埋于心底。白天的时候，乔伊终于清醒了过来，正当家人们以为他有治愈的希望时，却不料这的回光返照。杉树叶虽然有解百毒功效，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被治愈。一时失去了最疼爱的孩子，因此失去了所有的动力。他发狂地将欢迎其他幸存者加注的文字涂鸦，索还准备将收录知识的图书馆全部点燃，以免触景伤情。黑妹在此时现身，阻止了医师的疯狂行为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一直沉浸在悲痛中无法自拔。阿豪主动走了过来，奉劝他珍惜眼前人。医师这才意识到黑妹也承担着和自己同样的痛苦。他醒悟后主动找到了妻子，表达了自己的爱意。夫妻俩如今只能互相安慰着彼此。医师最终承担起了教导下一代的责任。他呼吁了孩子们和自然的和谐相处。医师终于接受了乔伊的离去。他帮忙收拾遗物时，突然发现儿子竟然在日记上画出了一个相互激战的设计图。乔伊认为所有的幸存者都应该联系在一起，他曾经就要用这个办法联系到在外游荡的海瑟。医师读完后，由衷地为乔伊的才华感到了自豪。他决定将儿子的遗愿完成，于是医师叫上了所有人，开始研发起了相互激战。他每一天都在充实地忙碌着，只觉得自己活了过来。所有收音机连上了大家自制的香油塔后，发出了久违的电流声。医师开始不断的调频，试图将自己的声音传达出去，试图联系了其他的幸存者们。黑妹见到重新恢复活力的丈夫，也感到十分欣慰。她邀请医师参加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球赛。一个大家庭聚集在绿色的草坪上，用柠檬当作球，开启了他们的快乐时光。闲聊之余，孩子突然提起了一串数字，那是他曾在废墟中见到的。医师突然意识到，这或许可能是幸存者留下的信号，于是他快速的返回房间，输入了海瑟提供的号码。在医师的不懈坚持下，终于他们听到了回应。通过交流得知，对方的部落一共有77人。他们居住在距离不到100英里的地方。这次医师不再心存芥蒂，决定和另一批幸存者会合。
30年后，白发苍苍的伊始在建立新的家园中，将象征着权力的斧头递交给了海瑟的长子杰克，希望他代替自己带领着家人们继续和大自然和平相处下去。在众人的努力下，新家园得以建立，地球的生态同时也得到了恢复。One more lesson I learned, Jack. One more thing to pass on. And this I need you to especially remember. Men go and come. But the earth abides.